前段时间呢，我去了趟英国，很久没有回到英国我熟悉的那些地方看看了。尤其是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航空博物馆，或者说是军事类的博物馆，叫做帝国战争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的硬货，比如说像当年协和在测试当中测试使用的测试原型机，也是整个协和家族当中飞得最快的一架，同时也是众多协和在退役之后唯一保存在室内的一架飞机。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兰开斯特这种在二战当中非常出名的轰炸机，还有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不太能看到的50年代就已经造出来的 PSR-2 超音速只能丢铁质核炸弹的战术轰炸机，还有在一个专门的美国馆里面陈列的 F111轰炸机，甚至还单独陈列了全抛式的座舱，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太能够近距离看得到的 SR-71 超音速侦察机。不过我知道你们对这些应该都不感兴趣，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我从博物馆里走出来以后撞狗屎运看到的一架目前在市面上或者在整个全球范围当中为数不多能飞的一架二战中的明星飞机。 Later。 哦，对了，忘了说了，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还是夏天来，因为它本来就是个机场，所以它有很多的活动，包括飞行体验。那如果是夏天的话就很开心了，就可以看飞机，就可以坐飞机。比如现在我正眼前正前方就有一架飞机正在降落。这个，哇塞，卡塔琳娜耶！我没看错吧？是卡塔琳娜吧？等一下，等它落了，我看一下。是的 ，PBY 卡塔琳娜，我天！哈哈哈。全球能飞的卡塔琳娜就是 PBY 水上侦察机，没几架了，我天！今天是个幸运的一天，虽然下雨了，刚才把我浇了个透，但就是我跟你说，如果你是航空迷，然后你又对军事、对历史很感兴趣，这里是值得你来的。而且如果你刚好是在英国的这个英格兰、伦敦周边城市上学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买一个联票。坐火车抽空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些可能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到的东西了。这一天在整个英格兰东部的天气都不是特别好，乌云密布，而且云团非常大，又低又厚的这种天气就比较常见。正是拜天气所赐，我才能有机会看到这架飞机。这应该是在我人生当中比较喜欢的几款水上飞机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款。包括在太平洋战场上非常出名的几件事情，就是除了营救落水的飞行员跟舰员之外呢，就是发现了小日本的舰队，并且成功实施了轰炸。战后呢，很多人买成私人飞机使用，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油耗巨高。Whoa, 1,000 pounds. That's cost a lot. Yeah? 20,000. Ooh. 大概观察了一下，这飞机呢关车动作还挺复杂的，时间耗时也比较长。刚才说到它油耗比较夸张，所以呢在战后部分飞机转为民用或者私人飞机之后很快就退出了，因为普通家庭根本就负担不起。当然也有比较牛逼的，就是全家人一起买了这个飞机做环球旅行。这个卡塔琳娜是私人拥有的，然后那个大爷跟我说，他本来今天是要先飞到法国，就在英吉利海峡边上法国的一个湖那边吃午饭，然后再飞回来。但是因为今天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实在是太烂，就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所以他就是只飞了1个小时，然后就飞回来了。这个飞机他说大概每小时飞行的费用大概油费大概是
镑。为什么说它油耗很高呢？因为大爷转头给我指了指这个 B17，说这个的话飞行1个小时也才2000镑的燃油花费，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气动外形对油耗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二战后为什么这类型的飞机没有像现在其他类型的飞机一样蓬勃发展呢？主要还是因为直升机的出现。那因为这架飞机最大的飞行速度也就314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也可以达到4000公里，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工作被其他飞机机种所替代了。就很有幸能见到，我跟你说，这个卡塔琳娜 PBY 水上侦察机。就一再重复的点是在于，不是看到这个飞机本身，当然我之前也没见过，主要是它是能飞的，而且能看到它飞，因为这个飞机首飞的时间是1935年，没错了，就是89年前。作为这一辈子航空迷中的一个打卡的重要目标就已经实现了。当然下次有机会的话，想看一下这个 B17G 啊，这架飞机应该是可以付费进行体验的。但是另外那一架卡塔琳娜我问了，不行，是私人拥有的。北美好像有些飞机可以体验，大家可以找找。